这是我第一次搭双层火车，不知道台湾会不会进这种双层的。看到北德峰的城门。看起来很像什么巧克力，或者是可能是中世纪新建的哥德式城门，远远的就可以辨识得出它，就非常的显眼。以后会不会跟丹麦人一样在这边疯狂赶酒？有点害怕的杏仁糖不会开。跟你说今天是多发一点。这个含酒吗？我记得它有一个小盒的，然后是这种。哎，你看，它有兔兔的，然后超贵。复活节限定，必须留时间给我，感觉就很好吃。它超级巨大，好笑的两个人一直在找入口，是这个吗？感觉这个是，对啦，这是360度哎，这是教宗的墓吗？应该是吧。战争纪念碑。看一下，哎，真的哎，2次战争。2次世界大战。圣玛利亚教堂是汉莎同盟时期吕贝克很有钱的象征，它在13世纪时是世界最大的砖砌教堂之一。柱子彩绘。神圣罗马帝国对他们可尊重了，因为他们富可敌国，他们也不敢乱动他们，所以要帮他放一杯红酒、一个面包，一只手一个东西。但这个用的不错，还很可爱。这个是纪念战争的吗？哎，对。是这样，昨天去博物馆有看到差不多的祭台，可是它现在没有打开。我们发现了一个最后的晚餐，但我们找不到犹大在哪。我现在怀疑的是这个，不知道怎么。第一个怀疑是因为他手上这感觉可以放东西，第二个怀疑是它的位置比较方便。这个小恶魔有一个故事，当时人们欺骗小恶魔说他们在盖酒吧，可爱的小恶魔就不疑有他，帮忙兴建，结果盖到一半时发现自己上当了，愤怒的要拿石头把教堂给砸毁。后来人们才跟恶魔谈条件说，如果你帮忙我盖完教堂，以后我就会在旁边盖一个小酒吧给你，这件事情才落幕。我知道要摸他的脚脚，你看都超级亮，要是摸他的脚脚还有好运。吕贝克市政厅建造于13世纪，那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它也在不断的扩建跟改造，所以这一栋建筑物融合了很多风格，有歌德，有文艺复兴，也有巴洛克，尤其是它的立面最为明显，看得出来这座建筑物在每段历史上的足迹。市政厅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特点，它的正面是黑色砖砌的拱廊，这些拱廊上面都有装饰着彩色的盾徽，尤其是正面的墙体，它有3个巨大的尖塔，象征着城市的权威跟荣耀。很可惜的是，它是需要预约导览的。我们原本想说现场预
觉得 OK， 但是他全部都讲德文，我们也听不懂，所以就很可惜。圣灵医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医疗机构，也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医院之一。医院当初创办的初衷是为了穷人、病人跟老人提供庇护，还有医疗的照护。它是由吕贝克的富商跟市民出资兴建的，这也反映了中世纪吕贝克作为汉莎同盟重要城市的财富和社会责任感。这边必须早点参观，因为它4点就关。这是以前的隔离小房间。他们的饭厅是吗？看不出来，感觉是一个会议室。开的咖啡厅。真的吗？可是它看起来很像，很像地瓜薯条。可是它说不知道为什么地口有梅粉的香味。很遗憾，后面的影片在传输过程中出现差错，所以都用别的方式跟大家介绍。在吕贝克这个城市，最著名的肯定是杏仁糖马兹帕拉。那美味杏仁糖的秘方是微量的糖跟很多的杏仁，再加一点点的魔法。这是创始人说的，不是我在胡乱。那这样会让点心甜而不腻，香气四溢，不喜欢甜的朋友也能够接受的甜点。在那个年代，糖的取得非常困难，最初只有药剂师被允许跟汉上商船购买糖跟香料，直到后来才有了制糖师的职业，也才有了杏仁糖故事的开端。欧洲最早对杏仁糖感兴趣的对象是皇室跟贵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对甜点上瘾，因此有了 Her Majesty Pleasure 的说法。后来法王路易十世的宴会上，杏仁糖也成了固定的班底，一直到19世纪，平民才能够在咖啡厅享用到杏仁糖。创始人约翰跟奥尔格尼德雷格的学徒训练时，他从家乡乌尔姆来到了汉夏城市吕贝克，并在糖果师马雷特的店铺工作。1806年成立了这间店，并成功的将杏仁糖供应给各国的皇室。因为这神秘的配方，杏仁糖成为德国经典的甜点。